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去年美国的一部灾难片，叫做《紧急呼救》。好莱坞水坝瞬间坍塌，洪水迅速冲向附近的城镇，一辆公交车更是被冲进了高楼，悬在半空当中。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边，你会如何自救呢？可以在弹幕里面讨论一下。众所周知，水坝一旦决堤，就不可能是一件小事，大量的水流一泻而下，附近的所有东西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59年前，洛杉矶的鲍德温山区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水袭击，足足15米高的水墙涌向居民区，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还让一代人花费了近20年的努力才得以恢复。然而这一切似乎是因为某个石油公司的过分开采而导致的。1963年12月14日，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也是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的第3个星期。原本还在处于恐慌氛围的人民终于得到了缓解，因为还有11天就要到圣诞节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碌起来，操办假期的生活。当天下午，瑞亚科斯基正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一场婚礼派对活动，丈夫则在打高尔夫球，家里面还有一位保姆在帮忙带着孩子。突然间，半空当中出现了直升机的身影，外面也传来了吵闹的声音，他吓坏了，以为是战争爆发了，于是立刻打开电视机看新闻，原来是自己家附近的鲍德温山大坝坍塌了。电视台派出了多架直升机，正现场直播这一突发事件。瑞亚急疯了，他疯狂地给家人打电话，确保了他们的安全。此时电视机里面放着惊险刺激的一幕，洪水沿着鲍德温山大坝的一条裂缝一泻而下，冲走了各种家具，包括洗衣机、钢琴和电视机等大件，就连警车也被泥泞的洪流淹没，上面的警灯还在一晃一晃地闪着。看到这儿，瑞亚赶紧关掉了电视机，赶了回去。然而，本以为洪水并不会波及到自己，但瑞亚一家还是等到了撤离的消息。该地区的议员汤姆·布拉德利来到了事发现场，他挨家挨户地敲门，提醒居民们尽快撤离，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大坝的裂缝会不会继续变大，到时候受灾面积只会进一步的扩大，严重程度是无法估量的。果然，在瑞亚一家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来势汹汹的洪水冲垮了他们住了7年的房子。其实，在当天早些时候，水坝就已经传来了吱吱咯咯的异响。管理员注意到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水流从水库内层下面的排水沟里面流了出来，同时他还发现大坝下游出现了淤泥渗漏。不出意外，这是衬气结构开裂了。管理员立刻上报给了领导。随着时间的流逝，渗漏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算，鲍德温山水库面积为19英亩，相当于9个足球场那么大。如果完全排放，仅需要77分钟。一旦决堤，后果不堪设想，附近居民必须迅速撤离。果然，在3个小时之后，一股汹涌的水流冲破了大坝下游面，缺口迅速变大。此次大坝决堤整整释放了将近2.9亿加仑的水，15米高的水墙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居民区，充分展现了什么叫做洪水猛兽。它沿着 V 字形的路径向北横扫，其中277座房屋被冲毁，路边的汽车也全部被冲走，淹没了半个车身，满目疮痍，损失超过了1500万美元。不幸的是，有5人在这场洪水当中丧生，他们的尸体大多都在几个街区外被发现的，其中还有2具尸体仍然下落不明。灾难过后，温德鲍山大坝留下了好几个天坑，洪水所到之处都成了废墟，被水冲垮的建筑物残骸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数不清的车辆顺着洪水飘走，重返家园的居民们都欲哭无泪。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们总是孱弱而又渺小。可是这次的大坝决堤究竟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灾难呢？据了解，鲍德温山大坝位于洛杉矶东南侧，建造者是洛杉矶水电局，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在发生地震、火灾、战争等灾害时，能为洛杉矶人民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可这一工程的失败，无疑是在啪啪打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不说，还严重打击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奇怪的是，鲍德温山大坝的设计和建造从头到尾都符合加州水资源部的检查。那么，这次决堤的根本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1964年，有研究报告暗指，这场灾难与英格尔伍德油田的作业是脱不开干系的，这引发了公众的热议。看来有理由怀疑是石油公司的频繁作业改变了大坝和水库的地基。要知道，早在1924年，就有土地开发商已经在鲍德温山下发现了原油，这是洛杉矶盆地的第2大油田，后来被命名为英格尔伍德油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英格尔伍德油田就在鲍德温山之下。
但这座鲍德温山非同寻常，它恰好是纽波特、英格尔伍德断层带北端附近的一系列低山，山丘被许多峡谷切割，东侧还是一个陡坡。早在1920年6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附近发生过4.9级的地震，由于缺乏抗震建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纽波特、英格尔伍德断层就是在此次地震当中被发现的。其实从地质学上来讲，断层是一块岩石上面的平面裂缝或不连续面，由于岩体运动，它发生了明显的位移。地壳内的大断层是板块构造力作用的结果，而大多数地震的原因就是板块快速运动导致的岩层断裂。数十年间，英格尔伍德油田不停地在进行采油作业，人们怀疑在这过程当中很有可能破坏了储存的地面断层。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格尔伍德油田以西半英里的地方，地面就已经开始下沉了。当然，石油公司绝对否认这一说法，但美国地质调查局做过详细研究，自从英格尔伍德油田开始采油，这一现象就再也没有消失过。而且随着开采的石油越多，地面下沉的就越大。更关键的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石油公司开始往油田注水，以便获得更多的石油。而这种开采方法带来了严重的弊端，地面沉降的更加厉害了，最多的下沉了足足有3.7米。这样久而久之，大坝的称气就会失效，水库在劫难逃。不过由于技术有限，这种开采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的概念，没有人提出异议，而且就连工程师都认为地面沉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更何况往油田注入废水后，确实能够提高石油采收率。所以在事发当天，当注水压力超过水力压力水平，又进一步加剧了断层现象。1972年，曾经担任事故调查员的工程师托马斯·莱普斯公开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一直以来他对这次的灾难都持中立态度。托马斯认为，水库下方的断层发生了至少18厘米的偏移，而且在事发前几个月又偏移了2厘米，而就是这关键的2厘米与油田的增压脱不开关系。再加上开采石油过程当中地面下沉的现象，最终导致了称气彻底破裂。但是，另外一些专业人士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油田，而是大坝的选址和设计存在着缺陷。至于上述提到的油田作为影响了地面运动，这些专业人士也只承认是影响了水库下面的地面运动，邻近地区产生的影响不能算在内。当然，这就有点为石油公司开脱的嫌疑了。最终，在1976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得出结论，是地表位移导致了储层破裂和地面裂缝，而英格尔伍德油田的开采作业至少要负90%的责任。可是对于受灾家庭来说，谁是罪魁祸首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面对眼前的一片废墟，受灾居民几经绝望，艰难的重建工作耗费了一代人的努力。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1963年12月14日这个可怕的日子。刚才的瑞亚一家还算幸运的了，虽然家没了，但亲人们都还在。现已85岁的芭芭拉回忆起当年的这起大坝决堤，就会想到自己可怜的父亲。在逃离过程当中，他只不过是回头检查了一下门锁，仅仅就慢了这一步，就被洪水无情的冲走，与亲人阴阳两隔。好在芭芭拉的母亲急中生智，她拼命地抓住了一棵大树不松手，最后终于等到了直升机的救援。虽然50年后，鲍德温山大坝已经重建成为了美丽的公园，宜人的自然风景与当年支离破碎的模样倒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次回忆起这场灾难，人们还记得那是电视台第一次用直升机报道事发现场，也都记得当时所有人都在泥浆当中跋山涉水的情形。当然还有5条可怜的生命，这些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人们，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有多么的渺小。在历史上，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总是想着利用环境，殊不知这同时也在逐步激化人的矛盾。这么多年来，世界环境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矿藏资源被过度开发，森林滥砍滥伐，野生动物遗憾凋零等等。人们总是不断地向地球索取，不惜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到最后又是谁周游自取呢？当然还是我们自己。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野心却是个无底洞。如果不吸取教训，那这肯定不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最后一次惩罚。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不用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